就是你们是吧？天天说我做的跟狗屎一样。好，那我就把最牛掰的可动、最炫酷的涂装工艺，还有最好玩的配件全部都塞进去，然后大声的喊出那句话：还有谁？来，兄弟们，别催了，从一个平台催到了另一个平台。我本来是想等着看看谁到时候买了来蹭一波来拍，没想到啊，大家催的那么热情，这快货不得不买了呀。这波又支出了1300大洋，小朋友又要少喝3罐奶粉了。开个玩笑啊，这次的盒子也是意料之中的巨大，但是这个厚度呢，看起来只有1层啊，不知道万代到底做的怎么样呢？怎么安排的？说实话，我也是真的很好奇啊，赶紧来开箱吧。虽然只有1层，但是东西给的是意料之外的很满啊。这酷炫的大翅膀让我想到多年前的网游时代，背面还给了一个地台，不错，挺良心的。OK， 那么一切的一切还得先从最关键的本体开始聊起。我不清楚这次是哪位大师捏的，那各位第一眼看上去感觉如何呢？这里还是依旧搞来一张马尔科的全身例会来对比一下。说实话，玩了 SHF 那么久，第一次觉得是玩具给设定美颜重塑了的。认识小马哥还得从红发线白胡子说起，这应该也是马尔科的初登场吧。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，对这个死鱼眼菠萝头印象非常深刻。毕竟红发装逼的时候，只有他屹立不倒，还全程解说。但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杂兵而已，毕竟造型是真的不怎么抓人眼球，而且当时的小马哥肤色黝黑，也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漂白的。但谁又能想到，曾经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，在顶上战争再次登场时，成了白胡子的左膀右臂一队队长，更是直接揭露其能力是最稀有的幻兽种，而且人 nice 又靠谱，一下就吸引了大量的人气。这也难怪了，戴哥专门给小马哥准备了如此高规格的套装。那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一次的细节啊，看到腿环、七分裤、裤子褶皱、腰带、衣服纹理、腹肌等等的细节做的都很不错。小马哥的这些装饰物多少给人一种美洲印第安人的既视感。虽然说整体几乎是没有什么涂装的，除了胸口的遗印以外，大部分都是小细节才有，比如衣服的边缘。但因为衣服颜色搭配非常鲜艳，色块很多，再加上这次不知道哪位大神捏的造型啊，整个一体性看起来非常的优秀。所以并不会有一些做的不好的 SHF 那样一股盗版玩具的气息，反而会感觉做的相当的精致。硬要挑问题的话，那就只有面雕的接缝比较明显了。这主要还是归功于这次的面雕没有采用大块盖住小块，而是把本体前面的部分分割了，并且这个菠萝的叶子也是插入件，这自然也会挤到面雕，所以缝会比较大。不过整体的问题不大，反而是这次的替换面雕啊，非常良心的给了5个。首先来看到这3个常态的面雕，虽然说小马哥的脸比较潦草吧，但也不是那么好刻画的。不过戴哥这次做的依然是很顶级的，神态极其到位，超级还原，尤其是这个龙王歪嘴笑的表情，简直拿捏了马尔科的精髓，笑脸又非常有亲和力，是真的做得很好。剩下的2张是战斗面雕，一个呲牙脸，一个怒吼脸。虽然说是怒吼吧，但更像是在骂骂咧咧，毕竟这个死鱼眼看着就是半睡半醒的感觉，是能改成怒目圆睁的样子就更好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些面雕做的我都非常的满意。如果你觉得战斗脸还不够战斗的话，那这里就要祭出特效键了。小马哥这次可以变身黑岩射手，给了一个左眼不死鸟火焰化的特效。这次的特效是连着发型一起的，替换的话还是要拔掉菠萝盖子，那这下就是彻底摔包了。这种半边脸冒火焰的感觉虽然很中二，但是真的很帅啊！以前都只能用 PS 改一下，现在直接就是上特效了，而且因为是跟发型绑定的，所以所有的面雕都是通用的，相当于又增加了一组面雕。同样有特效待遇的还有这一次的手型。首先常规的手型有2对，就普通的开掌手和1对握拳手，细节倒还算是不错。不过摆造型的话，应该很少会用这个常规的手型吧。另外还给了一个纸人的手型，不过我实在没想起来这个手型有什么样的名场面，细节做的倒算是不错，就是不知道用处。那同样右手这边还给了一个2指并拢的特效手，直接冒出一缕火焰，而且仔细看的话，这其实是一片羽毛，不死鸟的羽毛，真的是很用心了。此外2只手还给了一对用力的开掌手，手背外侧包裹了一团冒出的蓝色火焰，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帅了。还没有完呢，这只是初始状态的火焰，进一步变化的话就会变成这种大的火焰特效了。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啊，不仅仅是火焰大，其实这也是羽毛，末端已经幻化出羽毛了，细节不可谓不丰富啊。这就是小马哥变身的前奏了。不过这个特效有个地方我不是很喜欢，可以看到手这里啊，为了表现出手到火焰的过渡，是增加了一层渐变涂装的，但很可惜这里没有涂好，看着有点吓人啊。当然了，这也无伤大雅啊，摆 pose 的时候谁会在意这么多呢？这已经很帅了。那说到 pose 呢，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次的可动了，也是强无敌的设计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呢，这个脖子是个双段的关节，并且这个前伸幅度说实话有一点离谱，那借由这个离谱的前伸，低头可以做到轻松45度以上，感觉要不是下巴太长啊，还能再低一点。而抬头就更离谱了，看到没有，真正无添加，90度望天，我的妈呀，震撼！左右的歪头幅度也非常的大，也是45度以上，接近60度。转头这里要说一下，理论上是可以360度转头的，毕竟内部也真的就是一根球冠，但转过90度是会卡住的，因为小马哥喉结太大了，会跟下巴有干涉，这里要注意。
接着来看到这个肩部，显然这是新式的结构，斜插轴可以前后转动，通过斜插来表现出前后的蝴蝶肩。可以看到向前还是向后都能做到30度的外伸，而这些都是通过肩部的转动实现的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肩部造型饱满不割裂，不用准备拉伸的关节。另外这个关节的内部还给了一个平台的结构，再加上本来就能上台的手臂，侧平台能达到120度以上。当然了，也不需要担心螃蟹手的问题，向下摆依然能紧紧的贴在身上。接着是大臂360度大风车，毫无压力。然后是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曲肘就是普通的双段关节了，接近180度、165度左右吧，总之问题并不大。最后手腕是转轴关节，大概上下也能摆动30度。接着来看到最震撼我的腹部关节，虽然能看到切割位，但造型一体性却非常的强，原型师功力非常深厚。要说最大的槽点就是背后这个 S hole 了。没办法，为了后仰和之后的特效件，这里的衣服固定为了掀起的造型，所以会露出连接的孔洞。我是觉得问题不大，反而是这个前倾的幅度，那真是 blow my mind 了，真就是90度鞠躬，没跟你开玩笑。上次干到这个幅度的好像还是艾斯吧，真的是离谱。最关键的是后仰幅度也一点不差，大概能到45度左右了，胸腰也完全没有割裂。左右的侧摆就比较的局限了，但也是相对而言也能得到个30度左右的水平，很不错。最后转腰这里也要说明一下，这里是有限位的，但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造型啥的硬转，是可以360度转的，但很可能会连根拔起。设计上这里其实是胸腰两段各贡献45度左右的转幅，达到90度的转身。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造型表现是很自然的，一点也不割裂，除了胸口的遗影啊。腰带这里就是个完全套进去的结构了，侧面这个挂钩一样的东西也是做了转轴的，而另一边的飘带当然也是可以前后摆动的。接着来看到腿部，这个结构就很经典了，前踢就是标准的90度没有问题，因为采用了这种结构呢，所以后踢也是90度没有问题，那侧踢当然也是标准的90度了。大腿根部配置了360度平转关节，膝盖也是标准的双段关节，接近180度的弯曲幅度，膝盖的造型依然还是很饱满的。最后裤腿这里还有一段向外的转动90度。最后来看到脚部，这个拖鞋底的造型也一点也不马虎，整个脚掌前抬60度无压力，同时向后翻也能轻松的绷直脚背，非常不错的可动。脚尖独立上抬接近90度，并且这是我第一次玩到关节这么紧的脚尖。最后因为又是前插的关节，90度向内人折脚接地无压力，向外也有60度左右的超大幅度。整体来说呢，这个可动不可谓是不惊艳啊，和之前的艾斯可动可以说是同一档的，夯爆了。但是做了这么好的可动，其实小马哥是不怎么用得上的。你有见过小马哥在动画里不变身肉搏的吗？反正我是没见过啊。而这盒玩具的主角也不只是这个本体，那么来吧，小马哥准备变身。OK， 兄弟们，成功进化为半人鸟形态，妈呀，这也太帅了！买这个就是为了这个造型。变身的过程还是很简单的，首先是2个脚给插拔替换成爪子，直接插拔就行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关。然后拿出这团火焰啊，这个是不死鸟的屁股，这里需要在外面的3个大孔洞里面插上3根尾羽，都是球关，直接插拔就行，也有一定的可动范围。说明书上这里是分了不同造型的尾羽插不同的位置，但我看着都大差不差，都一样，就随便插了。接着弯腰露出背上的孔洞，然后把刚刚的尾巴插桩插进去，这个连接的位点只有这个插桩啊，所以比较容易松脱。最后手握住2个肩部的地方，用力向后拉，这样就能把2条手臂给全部都卸下来了。接着换上这个装翅膀的专用连接件，插回到后背上。最后的最后，翅膀连接装是球关，直接插到洞里就 OK 了。其实这里还有个细节啊，就是根部的球关是做了一个转轴上下活动的，但其实翅膀很重，关节范围也不大，实际套上去以后并没有多大的可动范围。这里全部装好后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些特效件也太重了，想拍 pose 的话必须上支架来撑住，所以戴哥才会送一个，并且送的还是这种大尺寸的地毯，不过上面的大理石花纹挺让人懵逼的。主支架给的是这种三脚架的样式，就怕你站不稳。左右两边则是给了这种带大的凹槽连接头的款式，两边一边给了一个，这个很明显就是用来撑住翅膀的，但实际上翅膀很稳啊，即使不撑也不会乱动。关键还是这个屁股太大了，连接的位点又少，所以专门预留了一个支架的孔位用来装支架。连接好屁股这里以后，再把主支架的部分用来托住裆部，这样整体就被托举起来了。那这个展示的造型，我不知道大伙是什么样的感想啊？我得先发表一下我的。我刚做好往那一放的感觉，那真的是被震撼到了。这个食物的大小不仅仅是震撼，更是让我感觉有点恍惚了。尤其是这对大翅膀啊，那光一打上去，食物看着就是闪闪发光的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这里也不需要去追求什么还原还是不还原了，说实话，感觉比原作里还要帅，有种小雕像的既视感。而这次最值回票价的，也就是这对翅膀了。虽然用的是软胶的材质，但大家看看这个细节，一点也不肉。关键是这个涂装非常绚丽的渐变色，并且还上了一层光油，估计还掺了一点荧光粉。更惊艳的是，戴哥把软胶塑形的技术也放到了翅膀上，所以你可以随意弯折固定造型，这可比路飞的橡胶手臂好玩多了。
虽然回弹不可避免，但基本180度的弯折是没有问题的。原本到货前我想的是翅膀是固定造型的硬塑料件，结果没想到戴哥玩这么大。这还没完呢，这次的鸟爪也是做了超可动的。首先前后的翻折是转轴关节，前后60度没有问题，并且因为和脚踝一样是前插式的转轴，所以也有向内接近90度，向外大概60度的离谱接地性。接着这个爪子也分两段，前面有一段共同的下翻30度，后爪则是独立的90度上下翻折无压力。而前面的3根爪子也是可以独立上下90度翻折的，所以这个鸟爪呢能摆出非常仿生的抓握姿态。再配合上小马哥本体就很优秀的可动，摆起 pose 来可以说是非常轻松了。虽然体积太大，把玩体验一般，但至少掰得很帅啊，玩起来是非常爽的。这里就来还原一张小马哥霸气初登场，全接黄猿8尺描边玉，然后一脚给黄猿踢飞的名场面。很多人纠结这一脚黄猿到底是演了还是没演，以此来质疑小马哥的实力。我觉得这种问题很蠢啊，即便演了又怎么样呢？后面还不是一脚就给青雉给踢飞了。那如果非要说这里青雉也在演，后面连接赤犬全力一击总不是演的了吧？当然不死鸟的能力比自然系的元素化更上一层，能自我修复，但与其说这里是规则的克制，我觉得实力也是硬碰硬的。不可否认，小马哥从初登场至今都没有明确使用过霸气，所以很多人以此来作为实力评判的依据。但战力这种东西呢，很多时候全看尾田怎么让他表现。你就说这一脚干翻大巴船的表现力顶不顶吧？谁知道这一脚带不带霸气呢？而且小马哥真正吸引人的点也不是战力啊，在顶上战争时期才算正式登场，戏份一直不多，但没人敢否认小马哥打满全场，是顶上战争 MVP 有力候选人，同时是白胡子意识的真正继承者，是白团的灵魂人物，性格随和，并且团队意识又极强，我永远都会记得他开导艾斯的那一幕。お前らなんであいつのことを親父って呼んでんだ。あの人が息子と呼んでくれるからだ。俺たちは世の中の嫌われ者だからよい。嬉しいんだな。ただの言葉でも嬉しいんだ。如果不是小马哥，艾斯是不可能加入白团的。另一方面，作为队长，战斗永远是第一个冲锋，并且永远在关键时刻赶来救场，大局意识贼强。关键是对白胡子的忠诚，以至于白团散了之后，主动去守护白胡子的故乡，救助那里的百姓。我不知道尾田是有意还是无意的，但马尔科这个角色的塑造，不就是活脱脱白胡子团的政委吗？这样的角色，即使是个菠萝头死鱼眼，也照样被大家爱戴。这种认可比实力啥的可是重要多了。话说回来，我一直有个问题啊，为什么马尔科战斗的时候很少把自己完全的不死鸟化呢？只有全速冲刺的时候才会，这种不死鸟出场的频率是不是有点低了呀？以至于我想还原一下，戴哥也没有给我相关的配件呀。你欺人太甚，我忍你很久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马尔科的全部内容展示了。哦，差点给忘了，这次马尔科的配件里还给了这个一个路飞的面雕和一个指刃的手型，并且玩具里还指定了这2个东西是给鬼岛路飞用的。但是我实在是不记得这是在什么场景下用的了，所以只能随便的拍一张了。有知道的兄弟呢，可以在弹幕评论里科普一下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展示了。最后还是来搞2张帅气的 pose 展示吧。什么？你说要我做个总结？这还需要总结啥？个人推荐购买度满分5分，我给5分。如果你是海贼粉丝，那直接5.5分。真心做的是出类拔萃，除了贵以外没有毛病。好的，那么以上也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UP主哦。那么大家下期再见喽。